师祖，果然如您所料，诗仙侣已经召集其他公主，在商议要封印您的事。除了40之宫的公主没有听从，其他人皆同意了他的举措。不过若琳没有表态。40之宫，师祖，恕罪呀！真新鲜，8大宫竟出了个聪明人。按照您之前的推测，诗千缕现在的修为已经颇高了，能代替天无涯行封印之术，至少也是个合体。说不定已经攻至大成了。那岂不是和师祖现在一样？他也配跟我比吗？诗仙侣应该会利用袁彻的弱点为他所用。不过这个袁彻，我之前并未留意过。你去找找，看他有什么软肋。是。且看我们谁能赢这一步棋了。父亲，这袁彻如此冥顽不灵，定是个贪生怕死之辈，看来得需要用点手段才行啊。你小瞧他了，此前师祖出山，他如同神隐，万分的谨慎小心。现在他攻下那个弟子廖廷彦，深受司马交的信任，那他更不敢轻易的开罪他了。想要让他反，就得拿出他的七寸了。哎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儿子叫袁商啊？之前因为灵根受损而郁郁不得志啊。袁彻为了他呀，可操了不少心熬。等我寻个机会，杀了这袁商，再推开司马交。你要弄死他？也不是不可以哦。哎，谢谢你们，放那儿就行。让我看看今天有什么好吃的。这少女心的颜色，还有淡淡的花香，不会是封情书吧？小篆还好我认识。今夜子时，白露崖下，埋云花旁，不见不散。怎么连个落款也没有？鬼知道谁写的。南部城市司马交，他今天又要来找我。不，这种粉色香香花间不可能是他那个钢铁直男干出来的。那这语气，难道是原生的老情人？不能去！花姐这么一个精神不稳定的老板已经够让我头疼了，再多一个前任。已经是寅时了，这廖廷彦竟然敢3番4次的无视我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我去，怎么又来？啊，好痛！有没有人啊？哎呦，没事，不行，我得去找师祖，不然120没来我就要挂了。师祖在哪儿？师祖，我是被埋了吗？
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，您不是说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心情平静愉悦，骨株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株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接人伤罢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啊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做着蛇兄偷偷挤进入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。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8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8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8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！哼，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
也包括诗千缕吗？诗千缕，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魂梦也就破灭了。哎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母妃，你眼里哪还有我这个母妃？在你眼里，恐怕全尘渊族都是傻子，任你当棋子一样摆布搔弄。母妃都知道了。你用风流做幌子，暗地里搜集情报，意图储位，还设计陷阱，让乌代和鼎云相互攻击，闯下如此泼天大祸，竟还敢瞒我这些时日！还要让人封锁消息，也是怕你伤身动怒嘛。你还真是为本宫着想啊！母妃打我，这藤条你叫我如何使的？对嘛，还是母妃体贴。连倒刺都没有。母妃，我是你亲儿子。我叫你不许悔改！我叫你不许悔改！你给我过来！不能走！别张头来！母妃，母妃，你头风发作，你没事吧？别生气了，快休息吧。母妃，风儿，母妃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？你我是罪族之身，这储君之位我们争无可争。王后的手段何其毒辣，你以为她当真看不破你这层伪装吗？全真之事何其凶险，母妃只求你能寻得一人心，平淡白首。你怎么就是不能明白母妃的心，始终这么执迷不悟呢？母妃，孩儿何尝不想偏安之乐？可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始终都忘不了王后是如何让你患上头风，又是如何以罪奴之名将咱们母子赶出尘渊的。孩儿如此机关算尽，为的就是让您不再过上那种缺衣少食、朝不保夕的日子。夫诸族不尊厉王号令，落得个灭族的下场。这么多人都死了，唯独剩下你这个贱人，贪生怕死，仗着有几分姿色勾引厉王，竟然还当上沉冤王妃。你想想，本宫能容得下你们这对无耻的母子吗？不要放过我母妃吧！母妃明白你的心，当日你才1000岁，母妃身上中了禁制，无法自保，也害得你跟我吃了许多苦。如今要不是你争气当上了斥候，母妃又怎可能在这洛威洞安然守拙？可是风儿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已是万幸，再往前只怕是要粉身碎骨。若是我不去这，就始终为人鱼肉，他们也终会将我们置于死地。孩儿要当沉冤厉王，为你和夫诸族洗刷耻名。王后、大哥、二哥，若是要战，就各凭本事吧。母妃，快来人！是。快扶母妃休息。是。慢点，小心。
屠龙军已经被我收至麾下，都怪那个不起眼的混账朝风，搅了我的大局。朝风一向不起眼，所以咱们才会对他掉以轻心。为何母后如此淡定？莫非母后心中已有了算计？越是在此时，越应该冷静地看清局势。你想想看，咱们正要起事扳倒吴代，朝风便杀了煮酒椰。眼看朝风要死于你手，吴代便前来将朝风救下。哪来这么多巧合？母后的意思是说，此次事便是他朝风所为。他，一个醉奴之子，修为平平，会有如此缜密的算计？可能吗？不可能！那日在大殿之上，朝风轻而易举便从你手下逃脱，他的修为恐怕不弱于你，是我们一直低估了他。不过，若只有他一个人，倒也不足为惧。你是说，他会和吴代联手？自然不能让他们沆瀣一气。母后，有何妙计？本宫已差人查明，自大神以来，叶檀公主时常去探望朝风，二人情状日密。这尚书郎考试一向严格，您乃凡人，且毫无法术，这3日怕是要经历一番苦修了。你可准备好了？这么多，3天怎么能学得完呢？3日时间是短了些，但是触类而长，天下之能是必矣。只要触类旁通，这些难不倒你。也就是说，只要我掌握了一门法术，就可以举一反三了。哦，逢春术。朽木再生，木坚则荣，手荣则实。晨起于土，土神安逸。变。安逸。这怎么变不出花呢？是土安神意。哦，哎，你这刚才变得太快了，手都没看清楚。你再变一次，我肯定能学会。逢春术是高阶法术，以本君推断，此次考核的内容，应该就是以木偶衣冠为首的几道题目。你要好好修习。这木偶衣冠是化形之术，有多重幻化之道。一重是以物化物。高阶者可物化五行，青离星君这次所考的应该是以物化物的低阶法术，你且看好。你试试看，变化出你心中所想。这样。你别急嘛，肯定是这个砚台的问题啊！我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。变！哎，成功了！它原来是什么呀？毛笔，我把它变成
成糖了，可甜了，荔枝味的呢，你尝尝。甜不甜？哎，不是，你不尝你怎么知道成功了呢？就算它是糖，但明日已是考核日，这两不像的物件怎么参加考试啊？速速把它变回去，回去休息吧。这怎么变蓬松来着？怎么一点都不蓬松啊？哎，一光轻快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不容易等到风啊，却是折枝500里的大风。哼，好在终于到天界了。疼死我了！哎，谈谈、曼曼，你们到底在哪儿啊？快出来见家！小东西，你听好了，我是紫梧公主，我现在要过来抱你。紫梧，你不许咬我。玄商的妹妹，天帝的小女儿。呀！我的脚，我的脚啊！此女虽然貌美，但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。若能挟持她，说不定能唤出坦坦。她身上的星纹、项链上的碎片，都是极为厉害的护体法器。本少主使不出法术啊！本少主不是这么随便的啊！好吧。受伤了？谁如此狠心，竟然对一只小奶狗下如此毒手？小奶狗？别碰我！手拿开！原来美女无缘竟是如此恐怖的残忍！这边！天哪，公主，这狗狗都这么可爱吗？那不一定，哮天犬也是狗，但它没有我这只可爱，可不是吗？快给本少主住手！本少主是狼，是狼！哎，你不要害怕，在我弄晴阁，没人敢动你一根狗毛的。这不是变回来了吗？别放弃，继续。我变，你倒是变呢！变。
这原本3日期限是我定下来的，要不让他退考吧？您是神君，您大可以对青离星君这样说：星君，青葵公主乃是本君的天妃，您只许她3日，便让她学会这许多仙法，如此强人所难，简直岂有此理！本君勒令。这3日期限原本就是我定下来的，不能仗势欺人。那就这样，星君呀，本君的爱妃天分有限，还请您多宽限一些时日。不可，这徇私意味甚浓，这求人就没有别的法子吗？那么，这太难了，向来都是别人求咱们，咱们也没求过别人呀。你还是别说话了。您别怪飞痴多嘴，公主如此勤勉，咱们若真不让她考，岂不是伤了公主的向学之心啊？兄长，兄长，兄长怎么来了？该不会是来监考来了吧？考核这等小事，哪有神君亲自监考的道理？兄长啊，定是为了嫂嫂来的，真甜蜜。要是我也有份这样的感情就好了。告诉你啊，东西我可都背熟了，今天你可别想看我笑话。本君今日前来，其实是星君来公布考题了。快走快走，走，兄长告辞。去看看，快点，等等我。神君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。神君听说尚书囊的学子学业大有长进，所以特意来看看，有什么可造之才，日后堪当大任。今日是尚书囊的考核日，神君亲临评鉴，诸位需要全神贯注，不得大意。现在公布试题。今日考核的试题是枯木逢春。逢春树。考核时长1炷香。你押错题了。这逢春树和木偶一关心法一致，只是手诀不同，你可还记得？我就看过1次，我怎么可能记得呀？你快点告诉我，这岂不是作弊吗？这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呀。不可，我绝不会做徇私之事。你若是真想不起来，可以暂时弃考，我会替你求情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，我怎么可能放弃呢？再说，这青林星君本来就觉得我是仗着你的势，你要再去给我求情，他更看不起我了。我说什么都不可能放弃的，我不可能临阵退缩，我不能让别人看不起我。我肯定能记得。考核开始前，去伪存真。什么叫去伪存真啊？你看。
啊？仙君为了防止舞弊，确保每位考生公平的考试，所以呀，往身上施了仙法的人，一旦踏入这个结界，全都会变成原本的样子。哦，连那些用仙法修饰过容貌的人也不例外。没想到这小年轻还挺在意身高。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可天界这修容增高的习气也该好好改改了。所谓道法自然，容貌也要自然才是好的。地球仙子是真的美啊！对呀，好好看啊！我们侠族天生丽质，甚少修容。有这么一群丑陋女仙作比，表哥定会对我动心。表哥竟对她如此关注，我倒要看看她的真面目。青葵公主，你快过来呀！来就来。天妃是人族，不知道她有没有伪装？不知道，待会儿看看吧。太好看了呀！太好看了，一点变化都没有，太美了！到前面去看看，哇，嫂嫂果然是天生丽质。是啊。你竟然没有用修容术？真是多余，我连风吹术都不会，我哪会别的呀？一会儿考试失败，令神君颜面尽失，长得再好看也没有用。你，小公子，过来，过来！现在，考核正式开始。可能啊！哇，嫂嫂，这样下去你要得甲等了。
他不仅能将枯木逢春，还能将草木化为飞禽，宝宝今天简直是神速啊！考核结束。碧琼仙子吾等落地。青衡君乙等。子吴公主乙等。我算几等？甲等，甲等，甲等。短短时间，你竟将逢春术练到了高阶。你们要练多久啊？资质尚可，少则1年，多则3年。要是练到如此高阶，至少要5年。5年？那你就给我3天，你摆明了就是要刻意刁难我嘛！还好本公主有无双智慧，嘿。等等，这里边怎么有其他法术的痕迹啊？其他法术什么？哼，原以为你当真是练到了高阶，不过是拙劣的逢春术，夹杂着木偶衣冠术。你说了考枯木逢春，又没说只能用逢春术，不是吗？对啊。况且嫂嫂的木偶衣冠之术着实厉害啊！就是。本君承认，短短3天你就学会融会贯通，资质确实不凡，而且绝顶聪明，可给甲等。不过，本君的本意是考核逢春术，即使如此，你的法术不过是唱沙作米、强扶变鹤而已，而且变得也极为牵强。加之言行也在平分之列，你不尊师长，妄自尊大，将其一等视为乙等。你个老头，你也太小心眼了吧！哎呦，竟然如此放肆！要不是本君爱才，你便连乙等都不是。不管甲等乙等，反正本公主都能进你这尚书囊了。哼！嫂嫂，你的法术可真厉害。是啊，嫂嫂一介凡人，竟能如此出色，青衡都自愧不如了。小意思，小意思。神君，要不咱们也去祝贺一下公主吧？算了，本君不会说话，走吧。嘿嘿。
大殿下。不错。继续练。是。听说了吗？那叶檀公主近来日日往三殿下那跑。哎呀，这算什么？三殿下风流成性，全族人谁不知道？哎，这次可不一般。那叶檀公主可是未来的储妃，三殿下和叶檀公主亲近，这不是明摆着是以储君自诩了吗？混账！大殿下，方才你说朝逢觊觎储君之位，可是实话？属下不敢构陷皇子啊。本煞身为陈元宗第一勇士，战功赫赫，我都没说自己是储君，他朝逢凭什么？是。走，随我去会会他。公主的药真的很神啊！雪妃给我打的伤，加上我给你打的伤，这么快就好了。想不到她竟有如此手段。三殿下如今受了伤，还需及时用药啊！不对，我若好了，岂不是毁了他接近我一表心意的机会？我说大人，您还想让公主她检查什么呀？您就不怕清葵公主她检查出什么其他的病来？别废话，老规矩，来帮我。公主这边，说吧，断手还是断脚？手吧。还是腿吧？等一下，还是手吧。算了，还是腿。殿下，三殿下。哎呀，公主，你可算来了。公主，实不相瞒，大人他更严重了。怎会如此？是风寒。导致的胸痛。怪了，殿下的脉象并无异常。鼎云心狠手辣，他一定是使用了纯元邪术，才使我身体有恙，脉象却无异常。殿下方才是哪边胸痛？右侧。怪了，方才似是左侧，怎么忽然又成了右侧痛？左侧也痛。如此奇症，我真是从未见过，我得回去遍查医典才行。哦。啊，对了，殿下，您伤筋动骨，饮食还需留心。蔬菜饼，我给您做了10蔬小饼。哎呀，公主啊，您怎么能给大人准备这个呀？殿下是不爱吃蔬菜饼吗？丽娃，大王子勇猛无比，以后必成大器呀！二皇子聪明伶俐，日后必定大有作为。二皇子喝一个。既已封您为雪妃，却故意如此苛刻于您，实在太过分了。吃清淡些好，通体清爽，五脏舒畅。母妃如此屈就，您不觉得委屈吗？夫诸族被灭，族人也被屠戮殆尽。如今我有幸活着，平安养育我的孩儿长大，已是万幸，哪里感觉到委屈？快吃吧，啊！和你在一起啊，母妃一点都不觉得苦。
血清心向王后敬酒。来来来，喝，来。我不是不喜欢菜，只是不喜欢那段只能吃菜的日子罢了。你本该在天上锦衣玉食，却被我无端牵连进尘渊界。我不愿任人宰割，却又以刀俎加之以人，我实在抱歉。殿下何出此言？都是沉渊王后和二殿下作恶，我才落得如此。更何况，正是因为有您相护，幸亏现在是衣食无忧，已经是万分感谢了。朝风，大殿下有何规劝？一边去！朝风，听说你日日纠缠夜谭公主，今日一见，还真没错。难道你真把自己当成储君了不成？棍杖东西，给我拿下！是，我是因为什么？您误会了。我来此只是为了给三殿下治伤。治伤？嗯。大哥，我去！好啊，朝风，本上原以为你只是贪恋女色。没想到，你还不顾尘渊规矩，贪生怕死，私下求医，给我拿了，拿下！此事皆因我而起，是我执意要为三殿下治伤的。大殿下，您若要是发落，就发落夜谭，千万不要连累三殿下。你以为本煞不敢动你是吧？你信不信我一块给你拿了？尘渊族的规矩不容有违。既然您如此铁面无私，那夜谭也只好按规矩办了。夜谭愿以比武为誓，挑战大殿下，挑战大殿下。你说什么？尘渊族的规矩向来都是由强者制定。若夜谭能以医术之道胜了大殿下一招半式，那便证明尘渊的会医之风并不可取，三殿下求医更是无罪。大哥，他跟您开玩笑呢，您千万不要当真。公主你，夜谭并非玩笑。大殿下，您可是不敢应战？放肆！本煞纵横尘渊1000年，有何不敢？你竟舍得死，本煞自然舍得埋。殿下您放心，这一次，我绝对不会让您再为我蒙冤受屈。本煞武斗1000年，未有败绩。念在你是储妃，就按你的规矩比。说吧，你是想比刀剑，还是弓法？无论是兵刃还是弓法，大殿下请尽管使用。只是可否请大殿下在比武之前，让夜谭刺几根银针？本煞1000年修为，什么暗器没试过？就那么几根银针，扎都扎不疼，就依你吧。多谢大殿下。哎，随便打。哎，公主这小身板，怕是一招都架不住。这话算我白说，您就打算这么看着？用不用我炒点狼心狗肺给你下酒啊？急什么？他是为了我才向吴代开战的，我自然不会让他有事。
闭嘴！大殿下说话可算数，若是我赢了，等，你别说你赢了，哪怕你就是胜了我一招，本煞立马放了朝风。好，那就请大殿下出招吧。哎，哦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